我叫霜降，我杀过的人不止一个。我本可以不这样，小时候家里虽穷，阿娘却从未亏待过我。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，直到那天阿娘上街卖绣品，无意冲撞了陈王府的车架，世子连面都没露，一句话就要了他的命。自那天起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件事：活下去，为阿娘报仇，直到……你跟着我，以后我给你饭吃，给你买新衣服。我以为我终于又有了亲人，又有了家。不要！从这一刻起，我就明白，只有比恶人更恶，才能活。谢谢侯夫人，谢谢大小姐。永阳侯府的大小姐真是人美心善，隔三差五就出来施粥。可不是，听说陈王府老王爷亲自登门，点名要永阳侯府的嫡女宋婉晴做世子妃。可惜那位世子爷早就有了心上人，宋大小姐嫁过去，怕是没好日子过。永阳侯一家人都是出了名的大善人，大小姐还与陈王世子有婚约，世道艰险，想为娘亲报仇，这或许是我最好的出路。大人们行行好，只要一副保管钱，奴婢愿意当牛做马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霜降。往后你就跟着我吧。谢谢小姐，谢谢小姐。我花了5年，成了宋婉晴最信任的丫鬟。本以为只要跟着她嫁入陈王府，就能替阿娘报仇，不曾想，阿婉，我知道现在的我配不上你，可我对你一片真心，日月可见。今日你跟我走，来日我定不负你。不行，小姐要是跟他私奔，可就无法跟陈王世子成婚了。小姐，您与柳公子若真是两情相悦，大可等公子高中之后，3书6礼媒妁之言啊。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霜降，你不懂，我与陈王世子是自小的婚约，可他自有心上人，我不愿意棒打鸳鸯。如今我与柳郎互相爱慕，倒不如随他一起走，也算是各自给我和世子一条出路。阿婉，霜降与你情同姐妹，倒不如带她一起走，也省得你们姐妹俩生离之苦。霜降，你放心，你是我亲自带进侯府的人，我一定不会丢下你。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任何人都绝不能打乱我复仇的计划。一路舟车劳顿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带双笑去为你打水。柳郎，你对我真好。这种破地方，也就不谙世事的大小姐能看得上。霜降，你跟我来后院一起打水。你真要我一起？少废话，赶紧给我过来！为什么他们总不想让我过好日子呢？霜降是吧？既然跟你家小姐一起来了，以后也是我的人。今日就先陪老子乐呵乐呵。本来想给你个痛快，可你的血溅到了我身上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不是人，是鬼！我跟你们回去，但是你们不要为难柳郎。大小姐，今日就算我母亲亲自前来，只要你们敢动柳郎一个手指头，我绝不会回去。只要大小姐跟我们走，柳溪川我们见都不会见。好，我跟你们回去。我只想跟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我有什么错？小姐，柳公子有什么好？他跟别人不一样，柳郎他是最爱我的人，他说要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。的确不一样，这种又穷又花心的男人，连血都格外的心愁。宋婉清，你们还有脸回来？把他们抓起来！二妹这是干什么？宋婉清，
我与你争斗18年，明明琴棋书画都不输你半分，可就因为你是府中嫡女，陈王世子只肯娶你为妻。如今你自己作死，跟姓柳的私奔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若你死在外面，嫁给世子的就是我！贱婢，你怂恿大小姐跟人私奔，今日我就打死你！要不是世子一心求娶侯府嫡女，你有什么资格与人私奔，惹辱世子？我不能动你，就先拿你的侍女开手。黄嬷嬷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先打双甲这个小蹄子30掌，让他长长教训。是。难道我做了这么多，还是连陈王府的门都进不去？住手！住手！冬梅，你去跟母亲说，我愿意嫁给陈王世子，求母亲饶双将一命。大小姐，侯爷和夫人生了大气，双将没有起到规劝之责，必须受到责罚。来人，把小姐送回院子。双将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小姐放心，奴婢不会有事的。带走。宋婉琴，我就不信这次事情闹得这么大，你还能全身而退。我一定会代替你嫁给陈王世子。动手！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打扮成小姐的模样？霜降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女儿宋婉琴。宋伯父，宋婉琴水性杨花，不配为我萧子玉的妻子。为了宋家的颜面，今日的亲事还是退了最好。伯父若是执意要让她进门，成婚当日，我就会写下休书一封。萧子玉，别以为你是王府世子就能胡说八道。宋伯父，我知道你已经派人去追宋婉琴了，但她这样跟人私奔的残花败柳，想再入我萧家，只能自请为妾。等我取了清明，再纳她进门。看出来了吧？小姐从私边到回府不过半天，萧世子就上门退亲，显然是早有准备。恐怕那柳书生就是萧世子为小姐安排的陷阱。萧子瑜要是真心不想娶婉琴，大可以大大方方跟我宋家说，我宋家也不是非要结这个亲。可他竟然要毁了婉琴的名声，逼婉琴去死，这就是欺人太甚了。夫人要我怎么做？我要你以婉琴的名义，现在就出去。阿娘，女儿给您复仇的机会来了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今日的女工做完了？这是府上二小姐。宋婉琴见过世子爷。不可能，宋婉琴明明跟人私奔了。世子爷是觉得老夫不认识自家女儿了。世子爷慎言，再敢污蔑我的清白，小女子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去敲响登文谷告御状。宋婉琴跟人私奔了，本世子有证据。永阳侯当真要指鹿为马，糊弄本世子？世子爷有证据就拿出来，现在我就跟世子爷去御前说个明白。我若是冒充的，那就是欺君之罪，杀头也无妨。可我若不是冒充的，那世子爷和陈王就要当着天下百姓的面给我永阳侯府道歉。所谓证据，无非就是那个姓柳的书生，可那柳生已经埋在荒山，我看你怎么证。你要真是宋婉琴，敢不敢让我验身？住嘴！世子爷把我女儿当什么了？都跟人私奔了，还想进我王府的门？今日若是不能证明你的清白，本世子也不怕找圣上退婚。那我若是能证明呢？世子又当如何？那大喜之日，本世子自然会亲自接亲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世子最好记住自己的话。手工师，这怎么可能？世子别忘了自己说过的话，大婚之日，我等你。宋婉琴，就这么缺男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进门也比不上秦陵1/1000。霜降，你做的不错，3日后你就代替婉梅嫁入王府吧。是夫人。老爷，霜降一来忠心耿耿，冒死都要跟着婉琴私奔，保护婉琴；二来有勇有谋，面对萧子训丝毫不落下风。他伺候婉琴2年，对婉琴极其了解，他来代替婉琴嫁人，您觉得如何？我能如何？两家婚约是在御前过了明路的，既然能找人代替婉琴成婚，就早些把她送去江南庄子，也好避避风头。也好，只要霜降嫁过去，等1-2年时间，我们再认婉琴为义女带回来就是。霜降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害你替我去那龙潭虎穴。小姐待奴婢好，奴婢为了小姐，就算是死也无憾。霜降，这是我存下的题子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等我回来救你。时间不早，先走吧。
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萧子玉，你死定了！不错，倒是有几分侯府嫡女的派头。以后就让冬梅跟着你吧，她在身边伺候多年，还会一些医术，有她在你身边，也能躲一些阴损招数。名义上是伺候，只怕是监视。不过我和侯府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蚂蚱，要想侯府也不会害我，有个帮手也不错。多谢母亲。吉时已到，往后在王府就得靠你自己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这就是侯府嫡女，天生的气派倒是不错，只可惜陈王早有心上人，这也是一桩孽缘啊。谁说不是呢？那柳青云可是青楼花魁，哄得萧世子宁愿断绝父子关系，都要娶她进门呢。往后啊，这位大小姐可是有吃不尽的苦头了。谁吃苦头，可还不一定呢。这世子爷大婚之夜不来新房，也不怕人笑话。陈王和王妃竟也纵容着他。他们要不是一直纵容萧子训，怎么会把柳青林一直留在陈王府？又怎么会选我们小姐为世子妃？那要不要奴婢去见一见王爷和王妃？不用，萧世子他很快就会来。宋婉琴，你既然已经进了府，就牢牢记住，往后你不可刁难青灵，见到青灵更是要绕道而行。世子爷怕不是忘了，如今我才是您的世子妃。闭嘴！除了世子妃之位，你休想得到我一分爱。我想要的本就不是你的爱，而是你的命。子玉哥哥，你跟世子妃好好说话，千万别因为我跟世子妃置气，我不值得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身子不好，不能见风的。妾是担心爷和世子妃，妾身卑贱之身，不值得子玉哥哥为了我和世子妃争吵。看来这就是柳青灵了。说什么胡说！宋婉琴她心机深沉，满心算计，你在我心目中才是最好的。哎呀，我忘了，今日是子玉哥哥的新婚宴，我不该来的。子玉哥哥，你还是先跟世子妃同房吧。我心中只有你，怎么可能跟他同房？宋婉琴，往后我也不会来你房中，你好自为之。老奴崔桂芳是服侍清明姑娘的贴身嬷嬷，有何指教？老奴是代表清明姑娘劝世子妃，往后在这陈王府见到我们家姑娘躲远点儿。毕竟我们姑娘是世子爷心尖尖上的人，就算是陈王妃也得让着我们姑娘。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老奴才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？世子妃别得意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之前那个柳生人是老奴我安排的，您运气好，姓柳的勾搭错了人，才让你侥幸躲过一劫。可没有姓柳的还有别人，世子妃真能保准您这床上见不到别的男人？您这是要去干什么？自然是要干活。来都来了，新婚夜就先收点利息。世子妃，您跟踪这个老盆老干什么？嘘，别说话。我也不是那等无礼的人，还是要送嬷嬷一程的。他跟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了他？无冤无仇，他和柳青桐二人陷害小姐，还想给我床上塞男人，害人明解，与杀人何异？可是冬梅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我可不是那种等人来害我的窝囊废。世子妃，要是被查出来怎么办？放心，府里所有人，就我们两个最不可以。毕竟我们今日才到陈王府，和这老盘婆没有恩怨，怎么也算不到我们头上的。冬梅既然给了我，就要诚心诚意的跟着我，我绝不会让我的复仇之路出现一丝一毫的风险。世子爷，崔嬷嬷可是妾身从娘家带来的人，就这么被人杀了，您一定要给妾身一个说法。你别哭，
我就带你去求母亲，立你为侧妃。往后这府中没有任何人能欺负你。世子爷说的可是真的？你不信？爷今日要是不帮你争取到侧妃之位，就与你一同脱离侯府。走。世子妃，外面乱了一会儿，消息就被压下去了。应该的，萧子瑜昨天刚刚成亲，就有奴才被杀，真要说出去，丢的也是他们陈王府的脸。王妃那边送了2套头面过来，说是世子昨晚不懂事儿，让您多担待。东西我已经收入库房了。不过说，您可不知道，那柳青霓因为崔桂芳哭得肝肠蒜战，世子爷带着她就跪在了王妃院门口，说是王妃不点头让柳青霓做侧妃，她就不起身。走，去看看。既然已经入了王府，得赶在弄死萧子瑜之前，除掉所有挡路人。柳青挪，这次就先拿你开刀。母妃，您和傅阳要我先娶世子妃，我已经娶了。今日您若不同意玲玲做侧妃，儿子就跪死在这里。逆子，你是要气死我！你昨日才刚娶了世子妃进门，今日就要抬侧妃，你可想过外面的如何看世子妃，如何看你？逆子，你是要气死我！你昨日才刚娶了世子妃进门，今日就要抬侧妃，你可想过外面的如何看世子妃，如何看你？我抬侧妃，何时需要他同意？我同意。我同意让柳青宁进门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宋婉琴，我说了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我心里都只有玲玲一个人，绝不可能爱上你半分。世子爷若是同意我的远方表妹宋青青一同入府，1个月后，我可以亲自为世子爷操办侧妃。出嫁前，我特意让侯府搜罗了不少女子，宋青青可是江南第1花楼精心培养的花魁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你这个绿茶厉害，还是媚骨天生的尤物厉害。你真的愿意？不对，让你表妹入府，有什么歪心思？婉琴，你和阿宇刚刚成婚，此时抬妾室进门，你不怕外面的人对你指指点点？我已经是萧家妇，与世子爷更是夫妻一体。我知道世子爷眼里只有柳小姐，只希望世子爷看在我为他、为萧家的一片心意上，给我一些体面，婉琴就知足了。世子爷，不如就听夫人的吧。玲玲，玉儿不懂事，难为你喜欢她，又愿意出面撑住王府的名声。往后，王府就是你的家，你就是府中的少夫人，对牌和账本也靠你了。谢谢母亲。世子妃真是好手段，短短几天就拿到了掌家权。这才哪到哪儿，只要你跟着我好好的，以后整个侯府都是我们的。世子妃，到时候我一定不会亏待你半分。冬梅愿为世子妃效劳。今晚我需要你做一件事。宋婉琴，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，我成全你。宋婉琴，你还学会找我母妃告状了？你就这么缺男人，想让我碰你，简直做梦！男人为什么总是这么自信？说的好像我多愿意让他碰一样。你睡你的榻，我睡我的床，你不用碰我，只需对外宣称圆了房，保全两家的颜面。你也不想陈王府被外人诟病世子，不行吧？宋婉琴，你别以为这样说我就会给你好脸色。你这种心思深沉的女人，一辈子都不配得到我的爱。你的爱，那种廉价的东西，你要给谁给谁。去，送到王妃房中。是。萧子玉2滴血，这陈王府的戏才刚刚开始。这世子妃真是大度，新婚没几天就亲自给夫君操办纳妾礼。谁说不是呢？陈王府的名声算是被这位宋大小姐给保住了。名声，我要的是这府里绝对的掌控权。妾身宋氏见过世子爷。
免礼。子玉哥哥，宋婉琪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找这种货色来分宠！柳青罗，好戏才刚开场。世子爷，不好了，千年姑娘晕倒了。爷，您刚来。世子爷，快去看看吧，姑娘脸色白得吓人，嘴里还一直喊着爷的名字。世子去就回。给世子妃请安。世子妃，您费尽心机送来的表妹，似乎也不过如此。宋侧妃漂亮又如何？没有手段，就只能输。宋婉晴，跟我斗你还嫩着，我一定会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说完了，说完了就滚，别惊了我的花。世子妃，他也太嚣张了！昨晚明明是他装晕抢人。他这种人最是可怜，把命都赌在男人的宠爱上。男人若是靠得住，猪都能上树。去，把之前让侯府暗中调教好的那几个丫鬟全部领进府。送2个去柳侧妃院子伺候，送2个去母妃屋里，剩下的全塞进世子的书房。见过宋侧妃。宋婉晴，竟敢往我房里塞这种狐妹子！世子妃，您这样安排，就不怕世子爷真被他们勾了去？我就是要把这水搅浑，我倒要看看，面对这么多娇艳欲滴的花，咱们这位世子爷是不是真能守着对他那凝灵的一片诗情？男人这种东西，新鲜感过了，连路边的野草都比救人香。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宋婉晴，你这个贱人，想用这些狐媚而分我的宠，我杀了他们！婉晴，近日府里进的人是不是太多了些？子爵也是你的夫君，要是传出他好女色的名声，对你这个正妃也不好啊。母妃见谅，并非婉晴不贤。如今京中都传夫君宠妾灭妻，这名声传出去，咱们王府的脸面往哪儿放？原本想着让表妹入府，能让夫君分分心，可谁知夫君竟被那柳氏一人迷了魂，谁的话都不听。与其让夫君背着独宠继子的骂名，不如多寻些清白女子入府。若有1、2个能分得夫君宠爱，也显得夫君只是年少风流，总比宠妾灭妻要好听些。没错，子玉性子倔，硬劝只会让他更护着那个柳青灵。用这些丫鬟分他的宠，确实是个好法子。婉晴，你受苦了，难为你处处为子玉、为王府着想。子玉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，真是他的福气。只要能为母妃分忧，婉晴做什么都是值得的。福气，等他色令智昏、众叛亲离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气。王妃已经准了你们入府，本妃给你们一个承诺，只要谁有本事爬上世子爷的床，本妃立刻给你们开炼，抬为侧室。奴婢定不负世子妃厚好。萧子瑜，这世上的美色多的是，我倒要看看你对柳青云那点所谓的深情，在这些莺莺燕燕面前能撑到几时？世子爷恕罪，奴婢这就帮您擦干净。哎呀，滚开！贱婢！世子妃，柳侧妃刚把那2个丫鬟赶去打扫后院了，闹得动静挺大。打发了就再补2个进去。正妃赏给侧妃的侍女，就算是世子也没理由拒绝。柳青言，你尽管干，我这儿有的是人。世子爷，您回来了，奴婢刚熏了香。
罪，奴婢只是见爷流了汗，想伺候爷宽衣。行了，玲玲，他们是世子妃赏的，我怎么敢？我不够了，整天就知道哭闹。还是你这里舒心。爷累坏了吧？妾身备了温水，伺候爷沐浴。半个月了，他竟然一面都没露。姑娘，您吃口饭吧。世子爷一定是被那宋侧妃迷住了。宋婉心，我绝不放过你！世子爷已经在宋侧妃屋里连歇了半个月了，一次都没去过柳侧妃那儿。听说柳侧妃那边天天哭闹，杯盏都换了不知道几套了。世子妃，王妃说您持家有功，让世子爷迷途知遇，特摆金蝉吐拙步摇2对，云锦缎10匹。代我谢过母妃。柳青年这就崩溃了，你的真爱在美色面前连半个月都撑不过去。恭喜世子妃，已经2月余了。我该行动了，去给宋青青递话。爷，这几日春光正好，妾身想去青云山踏青，爷陪陪人家好不好？青青既然想去，本世子自然相陪。姐姐也一起去吧。宋侧妃这水一股子媚俗味，爷还是用我的帕子擦擦汗吧。刘姐姐怎么总针对我？好了，都别吵了。世子妃，他们闹得可真欢，让他再享受一会儿吧。毕竟这是他最后一次看春色了。萧子瑜，这青云山就是我为你选的坟场。世子爷戴这个好看，比那些金簪玉坠强多了。怎么回事？废物，连个车都看不好。回府之后，把马房所有奴才全部杖毙。求主子饶命！还不快去拉车！姐妹，保护世子。出什么事了？谁在外面？终于来了。保护世子妃，1队留下，2队随我救世子。部将，快来救我！不要管宋婉琴，所有人都来保护我和青宁！所有人，快过来！小皮在那辆马车上，撤！全力追杀世子！回来，救我！别让他们过来！萧子瑜，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！世子，你们快去救世子！全部都去！不要管我！世子妃，您的安危。世子若是有个3长2短，我绝不独活！快去啊，去救他！有2个护卫，其余人随我追。 3日后，我会主动给世子殉葬，绝不走漏风声。不用，今日踏青是你提的，你若死了，反而惹人怀疑。多谢世子妃，世子爷和柳侧妃都死在这里，咱们回去真能撇清吗？2人同时失踪，萧子瑜死了，柳青宁却活着回来。你猜陈王和王妃会迁怒谁？柳青宁才是最好的替死鬼。娘，女儿终于为你报见证。去搜，封锁青云山，抓住害我儿的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王爷，黑衣人全数自尽，面容尽毁，查不到来历。侯爷出手的死士，怎么可能留下线索？贱人，子虚拼死护着你，你为什么不陪他去死？世子妃，世子妃昏过去了，太医快来，快来！恭喜王爷，贺喜王妃，世子妃这是忧思过度，她
她已有2个月的身孕了。你是说自然有后了？当真，婉清真的怀了紫月的骨肉？千真万确，脉象沉稳，有2月矣。好，重赏太医，传本王令，要最精干的护卫守着清心院。世子妃保胎期间，任何人不得惊扰。这个丧门星害死了我儿，绝不能让他惊了婉清的胎。拉出去，乱棍杖毙！怎么可能有孩子？子瑜哥哥根本没碰过你，你这个骗子，你骗了所有人！疯婆子临死还乱要，世子妃圆房的喜帕可是王妃亲验过的。你说对了，这孩子确实不是萧子玉的，崔嬷嬷是我杀的，萧子玉也是我杀的。忘了告诉你，我根本不是宋婉琪，我只是大小姐身边的一个丫鬟。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放肆！惊扰了萧氏，你有几条命赔？我确实没撒谎，萧子玉不愿意和我圆房，自然有人愿意，男人而已，长得好看的到处都是。我只要这个孩子姓萧，他就是陈王府唯一的血脉。世子妃，该喝药了。刚才的场面吓到你了？没有，奴婢只是觉得太突然了。突然吗？他早就该死了。从他算计小姐私奔开始，从崔嬷嬷敢开口威胁我开始，我只不过是选了个合适的时机让他死得其所罢了。这就够了。经过崔嬷嬷和柳青林，你对我除了敬，便是深入骨髓的怕。这深宅大院里，我不需要什么掏心窝子的心腹，我只要绝对听话的奴才。侯爷那边似乎在打听您这胎的稳妥，他是在想，万一生下个女儿怎么办，或者能不能去母留子？他不敢，我的狠毒他见识过。杀一个萧子瑜是杀，杀光阻我路的人也是杀。他若敢冒险，得不偿失。我要的并不多，这一世的荣华富贵，既然萧家守不住，那就由我双将来当家。萧子瑜，你在地底下慢慢看，看我如何踩着你的身体，活成这京城最尊贵的女人。父王放心，腹中孩儿近来很是安稳。黑衣人死无对证，柳青灵已成替死鬼。纵使你有万般疑虑，为了这唯一的血脉，你也只能咽进肚子里。世子妃，这是王妃特意让奴婢盯着炖的燕窝，最是补气血。王妃吩咐奴婢得看着您趁热喝了。极淡的杏仁味，好阴谋的手段。哎呀，最近孕吐反应总是突然犯，瞧我这笨手笨脚的。世子妃无妨，只是可惜了这燕窝。不过春桃姑娘，你这燕窝里怎么好像掺了些别的东西？世子妃说笑了，奴婢怎么敢？是吗？这是什么？世子妃饶命，奴婢真的不知道啊，这真的是王妃亲手交给奴婢的，奴婢什么都没做。没做，母妃一心盼着这孩子降生，把你派来伺候，怎么会在燕窝里下毒？你当我是傻子吗？说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没有人指使奴婢，真的是王妃亲手交给奴婢的。听闻你那个好赌的弟弟上个月在京郊赌坊欠了300两银子，还不上债，被人剁了一根手指，扔在大街上差点冻死。王妃一个月只给你2两月钱，就算你不吃不喝攒10年，也凑不齐300两。你哪来的银子替他堵窟窿？否则，我现在就把这个银簪往王妃面前一放，你全家上下，老老少少都得给你陪葬。是二夫人给了我500两银子，她说只要除掉您腹中的孩子，等二公子继承了世子位，就抬我做管事嬷嬷。奴婢是一时糊涂才答应的，世子妃饶命啊！奴婢再也不敢了。是为了他生的二公子萧子阳，平日里低调的像个透明人，没想到打的竟是斩草除根的主意。起来吧。世子妃，既然你肯说实话，我便饶你一命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不逃。去领20大板，王妃那边我自会去说。谢世子妃饶命，谢世子妃饶命，奴婢来世做牛做马报答世子妃。世子妃，就这样放过他了？他可是要害您和小世子啊！放过他？
我从来不会放过想害我的人，20大板只是开胃小菜。至于那个藏在后面的二夫人，我自然会好好报答她。查到了，二夫人这些日子确实不安分，频繁在后门与一名陌生男子接触。频繁接触，在这世子心丧的节骨眼上，她倒是真会给我递刀子。去找个由头把那男人的底细摸清楚。另外，那几封信可以开始动笔。婉晴，怎么了？听冬梅说你身子不爽利，有没有请大夫来看看？母妃，我没事，就是突然有些心慌气短。许是最近夜里冷了，受了些风寒。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，肚子里怀的可是我们王府的命根子，万事都要小心谨慎。母妃，其实还有件事，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刚才冬梅去煎药，恍惚瞧见二夫人院里有陌生男子进出。你确定？我也不能肯定，只是这种事非同小可，万一是哪家的小贼，传出去对王府名声不好。名声？子瑜刚走，他就迫不及待想搞事情。去，带人把二夫人的院子围了，若真有男人，直接给我绑了。二夫人，这出私通的大戏，你可得演好了。王妃饶命，我是冤枉的，这个男人是自己闯进来的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不认识？待宋氏生产之时，里应外合，除掉孽种，世子之位便是子阳的了。这不可能，是栽赃！二娘，你怎能要我儿子的命啊？冬梅模仿自己的本事，还真是派上了大用场。伤风败俗，不知廉耻，子瑜10口未寒，你竟敢图谋不轨！老爷，不是这样的。二夫人佛堂禁足，终生不得外出。这男人杖毙！想抢我儿子的位子，二夫人，这就叫斩草除根。恭喜王爷，恭喜王妃，世子妃生了好，个小世子。好，承蒙天恩，我萧家有后了。这孩子取名萧承泽，寓意继承恩泽，往后他就是我陈王府的继承人。承泽，这孩子不仅是萧家的命根子，更是我手中最稳的牌。婉琴，如今府中琐事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打理，我这身子骨怕是早撑不住了。母妃言重了，这些都是婉琴该做的。荣华富贵我已经拿到了，但这还不够。我的儿子绝不能成为任何人的棋子。见过世子妃，侯爷听闻小世子聪慧，特让老奴送来贺礼，并传话想接小世子去侯府抚养一段日子，也让宋家人沾沾喜庆。管家辛苦了，父亲的心意我领了，只是孩子还小，离不开我。再说，陈王府的嫡孙自然要在王府长大，这才名正言顺。世子妃，这可是侯爷的意思。小世子毕竟是宋家的外孙，侯爷也是想亲自教导。我知道父亲是关心孩子，但承泽的抚养权我说了算。若是父亲想念，大可亲自来王府探望。至于接走，想都别想。世子妃，您别忘了，您的身份可是……回去告诉父亲，我霜降能走到今天，靠的不是侯府的庇护，而是我自己的手段。孩子是我的铠甲，谁敢打他的主意，我定让他付出惨痛代价。当年那个柳书生崔嬷嬷还有柳青云，他们是怎么死的？管家应该还没忘吧？老奴明白，定如实转达。世子妃，您这样威胁侯府的人，会不会不太好？毕竟侯爷也是小世子的外祖父。外祖父，在他眼里，我和孩子不过是他顾权势的工具。当年他让我替嫁是为了联姻，如今想抢孩子是为了筹码。这种外祖父，我可不认。
婉琴，短短数月，这府里的进项竟翻了一番，那些老狐狸也都被你治得服服帖帖。这王府的中会与财政，往后就全交托给你了。母妃信你。是母妃。听说了吗？宗室里都在传，小世子生得不像世子，何止啊！世子死得那般蹊跷，指不定是某人为了掩盖私通，杀夫求荣呢。堵住他们的嘴，也堵不住所有人的口。承泽快周岁了，宗室里有些关于血脉的僵化，你可听说了？流言止于智者，婉晴只知承泽是萧家唯一的根。若这根是歪的，本王不介意亲手折了它。风浪起了，若平息不了，我与承泽便是万劫不复。来了！今日是陈王府家宴，无醉不归。如今外面流言漫天，说小世子血脉存疑，这关系到宗室清白，还请世子妃给大家一个说法。长老此言差矣，承泽是我与子泽的孩子，不争的事实。父王请看，承泽的眼鼻是否与世子幼时如出一辙？确实极像。况且当年圆房有母妃作证，喜帕为凭。如今承泽眉眼与世子幼时一般无二，诸位难道看不出？空口无凭，谁知道那喜帕是不是伪造的？指不定你早就私通陷害世子。伪造？这是子瑜的贴身玉佩，圆房之夜遗落在我的房中，我珍藏至今。若不信，大可拿去比对遗物。至于私通，我入府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府内下人皆可作证。长老如此污蔑我母子，莫非是受人指使，存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够了！谁若再敢造谣生事，乱我萧家血脉，本王定不客气。是。婉琴，往后这府中大小事务，便由你一人说了算。流言平息，地位稳固，这深宅大院的规矩，从此由我来定。记住阿娘教你的话了吗？在这府里，心软便意味着丧命。承哲明白，唯有绝对的掌控，才能保护阿娘，守护萧家。他继承了萧子玉的皮囊，却继承了我的坏种心思，这才是我要的继承人。我这辈子害死过很多人，我不后悔，更不愧疚。在这个吃人的世道，想活成蛇人，就得比鬼更狠。参见世子妃，参见小世子。我是霜降，是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，也是注定站在权力之巅的女人。这一世，我要让所有轻视我的人都付出代价。我的儿子将是这天下最尊贵的人。